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锻造魂出品的这一款刺杀小队的机枪兵丝布机。名字起的倒是挺有感觉的，但整体的这个人偶风格呢，它是偏那种废土朋克风啊，1:12的比例拿起来其实挺有分量的，因为两条腿基本上都是合金零件铸造出来的，所以下半盘会非常的稳定，往这儿一放，摆起来完全没有压力。马桶头盔的样式非常有感觉，而且这一块的一面罩刻画防毒气的一个管路。头盔这边有徽章的标志，包括它的肩膀上的袖章。这个，肯定你不可能做我佛慈悲的那个符号啊，所以说换了一个类似于同样的色彩元素啊。胸口这里边有着非常多的细节刻画和分层的涂装处理。胸甲的这块防弹板靠磁吸扣固定，里边也有一些细节的勾勒，所以这一块也是一个可搭配活动的模组。肩膀的关节绿色的零件里边也有着一些自洗的效果和涂装的演绎，这一块相当于做了一个蝴蝶关节，增加肩部的可动范围。头部球形关节，弯腰驼背的这种感觉，全身的这种漆面刻画的效果，金属质感很强烈。肩膀360度的旋转，肩胛这里可以有一些活动的范围，打开以后手臂差不多能举到个80多度吧，二头肌可以旋转，肘部曲臂能达到135度左右，手腕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开口板可以往这边折叠，棉手套式的指节活动，下3指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了方便扣扳机。背后这里装甲肩带造型的设计啊，弯腰的关节两段，后腰这里也有不错的刻画。同时身上有非常多的活动扣子，它可以是进行模块化的组装的。左右旋转腰部360度，从腰部关节以下基本上就都为合金零件了。胯部前踢、后踢支撑稳定性都不错，侧踢没什么问题，根部有旋转。膝盖这里设计了双段的关节，所以屈腿的幅度会很大。脚踝左右接地球形关节，脚腕可以往前折叠90度，往后折叠90度，范围很大，左右有旋转。同时脚尖的这一块也可以活动，脚底下还有一块大的磁铁啊，你可以吸在金属的表面上面，站立就更加稳固了。在配件当中还会有一块这样的地雷，它是一个磁吸的扣子啊，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吸在脚底下啊，就自己踩雷上了。同时这个地雷上的强力磁铁可以作为开关，头部里有磁铁激发的灯光效果。现在很多模型都很习惯用这种磁吸式的灯扣开关啊，这样不占空间嘛，再吸一下就关闭了。打开以后这个红眼的效果，也是感觉这种机械士兵冷酷无情的杀戮机器。这个系列的配件量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简单的一款机枪兵身上就有这么多的装备可供选择，当然身上扣子没有那么多嘛，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说需要摆拍的造型进行这些模组的替换。刚才的地雷我们看过了，可以直接吸在脚底下。然后背包上安装的这个玩意儿是一个虫洞的发生器，上面这里好像还有那种特斯拉线圈一样的东西啊，自洗的效果和铜的这种涂装质感做得非常到位，可以把它安插在背包上。另外可选择的背包能源储备器，这个金属漆的涂装质感也很不错啊，管路的刻画，包括这两罐上边还有这个军方的派系标志以及核辐射的一个标志，这个应该是核动力驱动的一个备用能源包，同样也是搭载在背部的，作为一个长距离作战的补给。这个东西设定里是维修箱，这上面还有一个灯，
难道是拿这个灯照一下就修好了？我估计不会啊，可能是这一块打开以后，在里边设定的有一些维修的工具啦什么的，用这个灯在夜间维修的时候使用啊。上边一些油污的自洗效果做的也很不错。一对替换的手型，微型反应堆，这个东西也可以当做能源储备来使用啊。当然，你在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当做炸弹来使用。便携式弹药箱。这个里边应该是放着手枪的子弹了，小手枪和左右挂在胸口的这个扣子，你可以把它拔下来。手枪拿下来看，造型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德军当时装备的鲁格 P08，当然是魔改型了，这个口径会更大一些。为啥不是 P38呢？看这里有一个肘节，这个是鲁格 P08的一个标志性了。然后军用战术匕首以及这个腰带扣，金属涂装刻画还不错啊，前方这里还挺尖锐的。通讯器，哎，这个的造型就很蒸汽朋克了，就二极管时代的那种味道。然后另一个腰带扣子夹着2发木把手雷，上面这俩头还不一样，涂装刻画也是很精细的。然后冲锋枪造型应该是仿2战德军的 MP38的样式做的，当然也是魔改型啊，身上的造型以及细节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不论是 MP38也好，40也好啊，从这个转轴的位置，这里应该可以往出翻折一个枪托的部位的啊，这个是没有做的。但是它的弹匣可以拔下来，里边还有小子弹的刻画，涂装也是很精致的，插上去还很紧实。然后重机枪方面配了2把，哎，给我的感觉，这个造型有点像 MG45 通用型的那个重机枪，前方的脚架可以折下来，它放在上面的时候是很服帖的，打开了以后就是8字，哎，很稳的放在这里了。与它俩对应的还有2条子弹，虽然是挺柔韧的材质啊，但是如果说一会儿想安装的话，应该用热吹风稍微的烤一下，这一排子弹会感觉很密集。另外的一条子弹的颗粒就比较大了，口径比较猛，但是这个会更薄一点，更容易弯曲，这个就很硬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安插在侧面，哇，还是挺帅的。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个玩意儿，其实它也是背包的一部分，这一块应该是一个背包的弹药箱。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2把重机枪折回来，下方这里有一个扣眼儿，把它插上去。然后看背包的侧面有凹槽，理论上给我感觉啊，应该是把这玩意儿另一头插在这里边，哎，弯曲过来，有点像从背包里边给前方的机枪架上的大机枪供弹的那个意思，但是这块有点太硬了。如果想塑形呢，建议还是用热吹风吹一下，塑好形以后再往上插。我这里就不展示了。安装的时候，我们先把后边这个弹药包插上，然后再从肋下穿过这2个棍子，卡住，就可以这样搭载起来了。哎，效果看起来还是挺猛的。而且防护性还很好啊，前方这里的这个板子还可以折起来，作为面部防弹。所以这款小人的配件量是非常丰富的，给我感觉可玩性会非常的高。你身上可以各种各样的给它搭配这些装备的效果，执行不同的任务，哇，特别有感觉。包括这个冰冰凉凉的金属质感，拿在手里边还挺有分量的。别看它细麻杆的身材，这下半盘的合金挺压手的。最关键的是，它下半盘的配重稳定性很好，随便摆个造型往这一放就立得很稳。再加上脚底还有磁吸扣子啊，你放一个金属板上边立得会更加的结实。再加上可动关节十分的优秀，摆一些大幅度的动作也是毫无违和的。各种装备的百搭效果啊，也可以让人玩出来丰富多样的剧情，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推荐给喜欢2战军事题材人偶的这些朋友们啊。包括你如果喜欢废土朋克的这种机械风格，摆在一起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总的来说吧，玩法配件都相当丰富的一款作品啊，做工用料材质什么的，涂装效果我觉得也都不错。再加上240-250块左右这么一个预定的价格，如果你有券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便宜啊。性价比方面这块来说，真的是没得挑了，所以这一套也是相当推荐的。那么得嘞，锻造魂出品的这套刺杀小队机枪兵斯布机就是这样了。